根据美国劳工部最新统计的数据显示，10月份的美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指数同比上涨6.2%，这是美国的通胀指数连续上涨的第17个月，并且在涨幅上创下了1990年12月以来的最高幅度。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认为，通胀危机的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带来的影响。他同时也承认，特朗普时期对中国进口商品收取高额关税，推高了美国国内商品的价格。耶伦透露，美国正考虑降低部分对华商品关税。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10月，美国的消费类产品和服务价格 CPI 同比飙升了6.2%，为过去31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通货膨胀几乎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各个方面，例如牛奶价格增长17%，鸡蛋价格增长42%，而能源服务价格增长则超过11个百分点。当地时间周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控制疫情是抑制通胀的关键因素。在新冠疫情得到控制之前，通胀将持续保持高位。不过，耶伦预测，一旦对疫情做出成功回应，需求模式和劳动力供应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水平，通胀就会结束。 The economy recovers enough from COVID that demand patterns, people go back to eating out, traveling more, spending more on services, and the demand for products, for goods, begins to go back to normal. 白宫政府坚持认为通胀是暂时的，并将成本上升与疫情对供应链停滞和劳动力短缺的影响联系在一起。不过，一些经济学家表示，未来几年通胀率可能会持续走高。根深蒂固的通胀可能意味着美联储官员可能不得不提前加息，这可能会抑制经济增长。特朗普政府此前对钢铁、铝和一系列商品征收了不同关税，此举对美国消费市场造成通胀压力。这些关税每年影响美国的进口总额超过4000亿美元，或使消费者损失超过500亿美元。耶伦在电视访谈中提及，美国正考虑降低针对中国商品的部分关税。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Catherine Tai has said that we're revisiting the Phase 1 trade deal and recognizing requests to reduce tariffs in some areas. So that's certainly something that's under consideration. 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周曾表示，美国针对中国遵守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所进行的磋商取得进展，但他不愿预测最终会取得怎样的成果。24家美国商业协会上周五致函戴奇和耶伦，呼吁白宫降低中国商品关税，并扩大进口关税豁免范围，以恢复美国企业的竞争力。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这些协会在信中申诉，关税措施持续对美国企业、农民、工人和家庭造成不相称的经济伤害。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并没有更正特朗普政府之前的这种以美国优先、高关税的这种对外这种贸易政策，这些原因都导致了美国这个通胀大幅上涨。美国降低中国商品的部分关税是不得不为。现在，美国正面临着供应链断裂与通货膨胀双重危机，而当今世界上，只有产业链相对完善且受疫情影响最小的中国，才能够提供足够的产品，降低美国通胀。不过，由于美国自2018年开始便在各个领域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人为抬高输美货物价格，只有降低对华关税，让中国产品顺畅地进入美国市场，才能够填补供应链的空缺，帮助市场价格降温，缓解目前美国的经济困境。我个人觉得，未来可能出于他这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个考虑，他可能会在这个方面对中国加征的这些关税的问题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松动或调整。有评论认为，即将于周二举行的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对美方解决国内困境尤为关键。但这并不意味着拜登会轻易取消强加的关税。从拜登政府目前延续对华强硬政策来看，美方很有可能将极限施压操作变成利益交换的筹码。由于拜登政府在应对通胀上迟迟没有成效，而且耗资巨大的经济法案也遭到民主党内部一些争论，这拖累了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在《华盛顿邮报》的最新民调中，拜登支持率降至41%，较9月的44%进一步回落，而6月为50%。调查表明，约有一半的美国人就高通胀指责拜登。
面对美国急剧上涨的通胀，拜登的计划是推销自己最新的1.75万亿美元支出计划。他称这项法案是缓解物价上涨的重要途径，预计国会众议院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对该法案进行投票，而参议院的表决时机尚不确定。一项由兰格研究协会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共和党国会候选人目前在中期选举投票偏好中保持很大的领先优势，而美国总统拜登领导下的民主党支持率则出现下降。如果他短期内迅速取消对中国加征关税，毫无疑问又会遭到这个美国国会的，尤其是共和党这一派的这样一个指责，说他这个可能有各样的这个对中国示弱的这样一个意思在里面。反而也会反噬他国内的这样一个未来下一步的这个选情。但是如果他继续保持国内这样一个，就是为了赢得国内这样一个对中国表示示强的这一部分群体的这样一个支持的话，那他继续保持对中国的这个加征关税政策的，毫无疑问又会加剧他或者加重他这个国内的经济困难。